沈燕，这是你3年的分红，10万，拿好了。陆野哥，当初你果园快黄了，是谁帮你把那些得了黄龙病的柑橘树救回来的？3年前你说利润55分，我辞了市里农技站的工作来帮你。3年了，我从早忙到晚，你果园从50亩扩到200亩，过去年1年就赚了300万不止。10万，你打发要饭的？300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地是我的，果树也是我的，你一天就在园子里接几根树枝，吃我的住我的，晚上让你巡园都跟我计较。3年给你10万都是看在亲戚面子上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哪个嫁接工能轻松拿这个数？沈燕，你是不是又在跟陆野算账？我告诉你，陆野对你已经够意思了。你说说你，3年了，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连回老家的路费都是陆野给你出的。你现在倒好，跟老板算起股份来了。你一个初中毕业的嫁接工，能拿10万偷着乐吧？当初你求我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沈燕，你来了，果园就是咱们俩的。现在你老婆当着我的面这么说话，你就不吭声？他说的是实话。行，10万我收了，但陆爷，我告诉你，你那200亩果园里的树，所有的嫁接技术、修剪方案、水费配比都是我亲手定的。你以为换个嫁接工就能接着干？你试试看。你吓唬谁呢？你那些技术笔记，陆野早就拍了照，你以为离了你地球不转了？沈燕，你也就是会个嫁接。现在的农业公司比你技术好的人多的是，拿了钱赶紧走。陆野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以为我的技术只是嫁接，你怕是不知道，你那200亩柑橘树的品种已经老化了，3年之内如果不换新品种，果子1年比1年难卖。内地种榴莲，所有人都说不可能，但我在农技站那几年就知道，只要温度和土壤条件到位，再用上对的砧木，这个局未必破不了。西沟地120亩，就是你了。3年后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谁才是这片土地上最懂果树的人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走都走了。我早说过，你就不该给他那么多。一个嫁接工，3年10万，够意思了。可是他说的那些技术，什么技术？你不都拍下来了吗？嫁接、修剪、水肥，哪样没有照片？我表弟就是学农的，让他来看看，照着做就行。再说了，你这果园现在不都走上正轨了吗？离了他还不行了？你说的对，他的那些法子咱们也学了七七八八，换个技术员照样干。就是嘛，就他那个臭脾气，还真以为果园离了他赚不了。行吧，明天我就去县里农技站重新招个人。陆野，你是不是以为我那些技术拍几张照就能学会？你怕是不知道，你那200亩柑子树的品种已经老化了。这2年行情好，是因为我换了一批早熟品种，避开了上市高峰。可那批树最多再撑3年。而我手里的这批东西，才是真正的未来。这土里的盐分确实高，但榴莲怕的不是盐，是涝。只要解决了排水和土壤改良，再配上对路的砧木，东边地势低，积水严重，得先挖排水沟；西边高一些，盐碱也重，需要用有机肥和脱硫石膏改良。育苗棚搭在南边，光照最好。哎，你是哪家的？大清早蹲那坡地里干啥？刘大爷，是我沈燕。哟，燕子啊，你不是在陆爷那儿干得好好的吗？咋跑这儿来了？刘大爷，我想把这块地包下来。
你脑子没发烧吧？这地荒了20年了，种啥啥死，你还包他？钱多了烧得慌。您等着看吧。年轻人瞎折腾。哟，燕子，你咋来了？不是在陆爷那边忙着吗？你这是干啥？梁叔，我想承包西沟地。你发烧了？西沟地那片盐碱滩，你包它干什么？养羊都长不出膘来。你爹当年想在那地里种西瓜，结果苗都没出来，你忘了？梁叔，我昨晚去取了土样，准备送去农科院化验。如果结果出来了，盐分在可控范围内，我就干。您就告诉我西沟地承包费怎么算？那片地120亩，荒了快20年了，村里定的价是1年800块。但燕子，叔把丑话说前头，你要是真包了，赔了钱可别怪叔没提醒你。那地底下全是碱，连芦苇都长不高，你种啥？800，行，我先签5年。你跟你爹一个脾气，犟。这是第1年的承包费。燕子，叔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后悔了，这钱村里可以退你。你想清楚。梁叔，我不会后悔的。等我种出东西来，第一个请您来尝。行，那叔等着。你还看那些照片干什么？人都走了。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沈燕走的时候说的那些话，他能说什么？不就是吓唬你吗？一个嫁接工还真把自己当农业专家了。我表弟明天就到，人家可是正经农校毕业的，比你那个沈燕强多了。你表弟学过柑橘吗？学的就是果树专业，嫁接、修剪、施肥，哪样不比沈燕强？再说了，你那些照片都拍得清清楚楚，照着做不就行了？行吧，那你让你表弟尽快来，园子里不能没人盯着。早就联系好了，明天上午到。微微说的对，我的果园确实离不开技术员。陆哥，你知不知道沈燕那小子把西沟地包了？西沟地，那片盐碱滩，他包那破地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说是要种东西。一大早我看见他在那地里蹲着挖泥。种东西？那片地连草都长不好，他能种出什么来？他是气傻了吧？算了，随他去吧，他爱折腾就折腾，跟咱们没关系。喂，李老板。是我。今年的柑橘订单你放心，品质跟去年一样好。西沟地土样已取，下午送去农科学化验，承包合同已签，5年，每年800。下一步等化验结果，同时联系旋耕机，先深翻一遍。陆野、张薇薇，你们笑吧。等我的榴莲苗扎下根的那天，你们就等着哭吧。3天之内，先把东边的排水沟挖出来。你好，需要什么？我想化验一下土壤，看盐碱度、pH 值、有机质含量。西沟地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柳河村。柳河村的西沟地，那片盐碱滩，你化验那个干什么？我想在那块地上种东西。你胆子不小。那片地我去看过，盐碱化程度很高，地下水水位浅，排水不畅。你想种什么？先不急着说种什么，等化验结果出来，能种什么就种什么。填一下，结果大概1周出来。我叫程冉，是镇上农技站的。你是？沈燕。120亩，你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行，结果出来我给你打电话。
有点意思。120亩，照这个速度，光清表就得2个多月。不行，得想办法弄点机械。沈燕，你的土样结果出来了，怎么样？pH 值8.2，盐分含量0.35%，有机质含量0.8%。盐碱度偏高，有机质严重不足。按常规标准，这地确实不适合种大多数作物。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有一种作物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，只要排水好，土壤改良到位，不是没有可能。什么作物？你先告诉我，你想种什么？榴莲？你要在内陆盐碱地上种榴莲？你疯了吧？我知道很难，但我在农技站工作的时候查过资料，南方有些地方的大棚试种已经能挂果了，技术上不是不可能。沈燕，我不是来泼你冷水的。我告诉你，榴莲确实可以在内陆种，前提是必须有智能温室控温、精准水肥系统、合适的斜木嫁接苗，而且至少3到5年才能挂果。你知道这要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你先别急着回答，我给你列了一个初步方案：土壤改良、排水系统、温室大棚、种苗引进，第一期投入至少40万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在这破农技站待了3年，每天就是发农药，指导一下小麦、玉米的病虫害，快闷死了。难得遇到一个胆子比我大的疯子，我想看看这事儿到底能不能成。那你怎么的估算？你出钱出地，我出技术出方案，你7，我3。我7你3，你不觉得亏？你那12万砸进去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，我也就是搭个技术。万一成了呢？万一不成，我也没损失什么。行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但我丑话说前头，从今天起，你得听我。行。表层岩壳3到5厘米，下面是一层沙土屉，再往下40公分就是粘土层。难怪排水不好，这层粘土像锅底一样兜着水。怎么解决？先挖排水沟，把地下水域位降下去，然后在粘体层打穿孔，铺暗管排水。地面要起落，抬高种植层。这套系统弄好了，盐分就能慢慢淋洗下去。行。100亩榴莲，20亩配套设施，这一片要是真成了，沈燕，你知道你会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内陆榴莲第1人。哟，沈燕，听说你把西沟地包了，我还以为是假的，今天特意过来看看。嚯，你还真在这儿刨土呢？可不是嘛，我在村里就听说了，说沈燕包了那片破地要种什么宝贝。今天一看，就这，连草都长不好，你还想种东西？怕是气傻了吧？燕子，你听大爷一句劝，这地真不行。你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？就是啊，你不如回鹿野那边好好干，听说他那边还要招人呢，你非在这儿瞎折腾，那10万娶个媳妇儿多好。沈燕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那块地你要是想退，我可以帮你去跟村里说说。你要是没地方去，我那果园还可以让你回去，不过工资得重新谈。不用了。不识抬举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在这破地上种出花来。燕子，你自己掂量吧。
别理他们，等榴莲结果那天，他们会自己跪着来找你。表层岩壳3公分，阴土层20公分，再往下是沙壤。排水沟深度至少要抓到80公分才够。这土太硬了，一锹一锹挖，120亩的排水系统得挖到猴年马月。工期不能拖，我查过了，再过2个月就要入冬了，一旦上冻，土硬的像铁，更挖不动。必须在入冬前把排水系统和第一期改良做完。我知道。老板，租一台小型挖掘机，带破碎雷的那种。小型挖机日租350，油钱自付，押金5000。太贵了，隔壁镇上我问了260一天，你这350。隔壁镇那是旧机器，我这个是去年新买的，31重工，好使。你要租旧的就260，出了毛病别找我。你看网上查的同款机器日租均价280，你也别35，280。行的话，我们现在就付定金，租15天。280太低了，我这油钱、折旧、司机工资，这样吧，320，不能再低了。300，一口价，15天，预付5天租金，押金3000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们去隔壁镇。行行行，300就300，你们可真能砍。你这砍价的本事跟谁学的？我妈是菜市场卖菜的，从小耳濡目染。按这个速度，10天左右，主干排水沟就能挖完，然后起垄、铺暗管、建育苗棚，入冬前应该能做完前期工程。但是沈燕，我得提醒你，钱不够，光租挖掘机、买排水管、买有机肥，你那12万已经花了一小半了。后面的温室大棚、水肥系统、种苗引进，每一笔都是大钱。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。陆野，这就是我表弟张强，农大果树专业毕业的，在县里邻国站干过2年。陆总好。张强是吧？来，先坐。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我这200亩果园之前是一个姓沈的技术员在管，他走了。你是微微的表弟，我信得过。工资1个月6000，包吃住，试用期1个月。你要是能把这果园接住，明年我给你涨到8000。我可以试试，但我想先去看看果园的情况。走，我带你转转。怎么样？我这果园规模不算小吧？去年纯利润400多万。沈燕走的时候留了一套技术方案，修剪、施肥、打药都有记录，回头让微微发给你。陆总，我问一下，这些柑橘树是什么品种？树龄大概几年了？品种好像是早熟柑橘，具体叫什么我也记不清了。树龄大概5、6年了吧。沈燕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这应该是早熟杂柑，品种不算新，树龄我看不止5、6年，至少有7、8年了。管它几年的，能结果就行。你照着沈燕原来的方案做不就行了？行，我先看看沈燕留下的记录。这根本不是完整的技术方案，那个姓沈的留了一手。
枝条土长明显，氮肥施多了，土壤板结严重，有机质不足，而且树龄老化的问题比我想的严重。这批树最多还能撑2、3年。陆野啊陆野，你不知道你放走的那个沈烨才是你果园真正的宝贝。陆野，你的新技术员应该到岗了吧？希望你能撑得住。这一段坡度不够，往下降2公分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下一段。你就天天吃这个，馒头咸菜，营养跟不上。习惯了。以前在农技站下乡，比这还差。给你，我妈做的红烧肉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谢了。先说正事儿，暗管铺完，接下来是起垄。起垄需要大量有机肥改良土壤，你算过账没有？有机肥1吨600，120亩地起码需要200吨，光这一项就是12万。我手里还剩不到8万了。8万肯定不够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你看西沟地这么大，咱们不一定一口气把120亩全改良完，先拿20-30亩做试验，把排水、起垄、大棚、秧苗都集中在这20-30亩上。等这批榴莲挂果了，有了收入，再滚动开发。还有，咱们可以在还没改良的空地场上套种短期经济作物，比如香瓜、西瓜、蔬菜，长得快，3-4个月就能收。虽然利润不高，但能回笼一点是一点。套种的种子、肥料、人工也是钱。我查过了，省里有针对盐碱地改良的农业补贴项目，咱们可以申报。要是批下来，能拿到10到20万的扶持资金。这个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在果园里闷头干了3年，这些政策信息当然没我灵通。我是干什么的？农技站的人，天天跟这些文件打交道。程冉，我发现捡到宝了。少来这套。陆总，这几根土长枝必须剪掉，它们消耗养分，影响果实品质。沈烨以前没剪这么狠，你确定要剪？沈烨留下的记录里，关于修剪的部分只有时间和位置，没有具体力度。我根据树的长势判断，这棵树营养生长过旺，生殖生长跟不上，必须重剪。你可别乱来，这些树是果园的命根头，你剪坏了赔得起吗？姐，我学果树专业的，不会乱来。沈烨之所以不重剪，是因为他用了一种特殊的控旺配方，那个配方在他留下的资料里没有，现在配方没了，如果再不重剪，这批果子的品质会1年不如1年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跟我讲那些大道理，你就按沈烨以前的方法做，别自作主张。我请你是来保果子的，不是来搞实验的。这果园用不了2年，必出大问题。王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您啊。顺路过来看看今年的早熟品种。去年你那些果子品质不错，我卖得很好，今年准备加单。那太好了，今年果子长势比去年还好，我让人摘几个您尝尝。陆野，你换品种了？没有啊，还是早熟杂柑，跟去年一样的。你自己尝尝，去年的果子甜度在13以上，果肉紧实，入口滑滑。今年这个甜度最多11，肉质发绵，还有一点点酸涩味，你自己尝尝是不是？陆总，我跟您说过，沈烨留下的配方没有了，营养失衡，果实的糖分积累会受影响。王总，你也知道，今年气候异常，雨水多，光照不足，果子甜度稍微低一点正常。再等1个月，后面的果子肯定更好。陆野，我做水果生意20年，气候异常不异常我分得清，你这是在糊弄我。这批早熟果我先不收了，等后面品质稳定了再说。王总，别呀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后面的果子一定没问题。我给你机会，
我的客户给我机会吗？你把品质搞砸了，我的客户骂的是我。陆野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做生意的根本是产品，你的产品不行，什么交情都没用。你不是农大毕业的吗？你不是技术员吗？你怎么连个果子都保不住？姐，我从来的第一天就跟你们说了，沈燕留的技术方案不完整，果园的树已经出了问题，需要调整。你们不听，非要我照着做，现在出了问题怪我。闭嘴！都给我回去，先想办法把后面的果子救回来。补贴申请的材料我交上去了，最快下个月能批下来。第一批20万，20万刚好够建温室大棚。苗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你那个苗源靠谱吗？之前在农技站时认识一个南方的苗商，专门做猫山王嫁接苗，我联系过了，他说可以发一批试树苗，但必须全款预付。全款多少？15万。王总那边怎么说？他暂时不收早收过了，说要等后面的品种。都是你，让你照着沈燕的法子做，你不听，非要自己瞎折腾。姐，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沈燕的配方不完整，我填不上那个坑。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请沈燕回来。请她回来？做梦！那就没别的办法了。这批树的营养已经失衡，后面几批果子的品质只会更差，到时候损失的就不是王总一个客户了。15万，付了苗钱，大棚的材料费就不够了。不付苗钱，这批苗就被别人订走了。等到明年，又要等一个生长期。这是5万块，我攒的，本来想留着买房子的。程然，你算我借给你的。你要是赔了，我就在这破店里跟你一起喝西北风。你要是成了，程然，我沈燕这辈子不会让你输。种子买回来了，一共花了3200，加上有机肥、滴灌袋，这季短期作物的成本大概在15000左右。香瓜和西瓜的品种选得不错，都是早熟型的，2个月就能收。对，这批榴莲苗至少2年才能开花，3年才能挂果，中间这2年的空档全靠短期作物撑着，水肥、人工、地租，哪样都要钱。那还等什么？明天开始种地，先种10亩香瓜，5亩西瓜，剩下的5亩种叶菜。行，香瓜和西瓜的间距我画好了，滴灌袋的铺设方案也标出来了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干。程然，你说你一个技术员，天天跟我在地里刨土，不嫌累？累，但看着这些苗一天多长起来，比在农技站发农药有意思多了。燕子，你这地里种的是啥？瓜秧子长得倒是挺快，可这破盐碱地能结出瓜来？就是，你看看那叶子，黄不拉几的，肯定是缺肥。燕子，你投了那么多钱进去，别到头来连个瓜都吃不上。刘大爷，这批香瓜用的是滴灌加水溶肥，长势没问题，再过1个月您来尝尝就知道了。得了吧，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啥地能种啥我心里有数。你这地底下全是碱，种啥都是苦的。你就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等瓜熟了，他们自己会闭嘴。你就是沈燕，梁叔介绍我来的，说你这里种了一批香瓜，让我来看看。李老板，您尝尝。哎呦，这瓜甜脆，水分足，你这是盐碱地种出来的？盐碱地种瓜有优势，昼夜温差大，糖分积累多，加上我们的滴灌和水肥方案，品质比普通地的瓜还好。香瓜我要了，西瓜我也要了，你有多少我收多少，价格比市场价高1成，行不行？
行，第一批先拉2000斤香瓜，500斤西瓜。燕子这瓜还真卖出去了，我还以为这破地种不出东西呢。卖几个瓜有啥了不起？一车瓜才几个钱，他那10几万投进去，得卖多少车瓜才能回本？就是，那些臭烘烘的榴莲树苗种了几个月了，长倒是长了，可谁知道能不能结果？就算结了果，那臭东西谁吃？刘大爷，这季香瓜卖了4万多块钱，成本1万5，净赚2万5，这还只是1季，1年能种2季。地还是那块地，能不能种出东西，看的是人，不是地。你故意的？不是故意，是让他们知道我沈燕不是疯子。榴莲苗成活率92%，比预期的好。第一批短期作物净赚2万5，够支撑下一季的肥料和人工。下一季种什么？我查过了，秋季适合种叶菜，小白菜、生菜、菠菜，周期短，40天就能收。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我认识，可以先联系。程冉，这3个月的账你算过没有？你投进来的5万块，加上你这几个月没拿1分钱工资。急什么？你不是说了吗？3年后让我当富婆，我等着呢。行，那下一季的叶菜咱们种精细点，超市要的是卖相，品控必须把好关。放心，我是技术员，不是种大白菜的老太太。都是那个沈燕，临走还留一手，害得咱们的果子卖不出去。张强呢？他不是技术员吗？让他想办法。陆总，我查过了，沈燕留下的修剪方案和施肥记录都是不全的。最关键的控旺配方，就是让果子甜度高、肉质紧的那个，完全没有记录。那你不会自己配吗？你不是农大毕业的吗？控旺配方不是随便配的，不同的树龄、不同土壤、不同气候，配比都不一样。没有沈燕的原始数据，我没法凭空配出来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请沈燕回来。请他回来做梦！我就是把这果园关了，也不会去求他。那我尽力吧。但陆总，我得提前说，今年的果子品质不可能恢复到去年的水平。沈燕，我是不会输的。根部白嫩，没有黑斑，叶片肥厚，没有虫眼。这批菜的品相不错，根系发育好，叶片厚度也够。用的是我调的专用水溶肥，氮磷钾比例按叶菜的需求配的。超市要的就是卖相，叶片不能有黄边，根部不能带泥。超市那边联系好了？镇上的万家超市采购经理姓周，40多岁，做事很细。他说了，只要品质过关，长期合作，价格比批发市场高2成。那明天一早摘2筐样品，我亲自送过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周经理我见过2面，比较好说话。榴莲苗定植满4个月了，平均高度1.2米，长势比预期的好。等明年春天应该能长到2米。只要根系扎稳了，后面的就好办了。程冉，你们来啦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盐碱地种的菜。周姐，您看看品相。这菜不错，叶片厚实，水分足，甜度高。你确定是盐碱地种的？盐碱地只要改良到位，种出来的菜反而有优势，病虫害少，农药用的少，口感更脆甜。周经理要是不放心，可以送检。送检就不用了，我做了20年采购，菜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们这批菜我全要了，但有个条件，必须保证供货稳定，不能今天有明天没有。周姐放心，我们20亩地叶菜的种植计划已经排到明年了，每周至少能供2000斤，品质每一批都和今天一样。那签合同吧，价格就按之前说的，比批发市场高2成。供货周期1年，没问题吧？沈老板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盐碱地上种出精品菜的，好好干，以后咱们长期合作。谢谢周经理。
一定不让你失望。张强，你那套方案到底行不行？王总那边又打电话来问了，说早熟果的退货率太高了。陆总，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，沈燕留下的技术方案不完整，缺的不只是控旺配方，还有土壤改良的原始数据。这片地种了7、8年柑橘，土壤板结严重，有机质含量一直在下降。如果不重新做土壤改良，以后果子的品质只会越来越差。那你告诉我要多少钱？全面土壤改号，加上换一批新品种树苗，至少50万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有，请沈燕回来，她有这套果园的全部数据，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我填补不了她留下的空白，但她可以。张强给我发消息了，说陆野那边情况不太好，土壤板结严重，果子品质一直在降。他当初就应该听张强的，种碱换土改品种，哪一样都不肯做，怕花钱。现在好了，省下来的钱全赔进去了。你就一点不可怜他？可怜？3年前我拿10万块钱走的时候，他不可怜我；我在西沟地刨土的时候，他来嘲笑我，不可怜我。现在他来找我帮忙了，晚了。下一季叶菜种什么？你想好了？种香菜、红蒿、油麦菜，都是火锅店要的，冬天用量大。行，明天就开始整地。你看，气象台刚发的预警，一股强冷空气后天到，最低气温零下6度，持续3天。零下6度，往年这个时候最低也就0度左右。极端天气，榴莲苗扛不住这个温度，必须搭保温棚。20亩地，后天之前必须全部盖上。20亩，2天时间，够不够？薄膜和钢管我前2天就定了，本来想下个月才搭，现在只能提前。明天一早材料送到，咱俩加上雇2个村民，2天能搭完，但得赶在寒潮来之前。行，我现在就给梁叔打电话，让他帮忙找2个手脚麻利的人。赵哥、刘哥，今天辛苦你们了，工钱1天200，管午饭，活不重，就是把钢管插下去，搭成弧形，然后盖薄膜。燕子，你放心，搭棚我在行。当年种大棚西瓜的时候，这活没少干。间距保持1.5米，别太密也别太稀。知道了。外面已经零下3度了，棚内5度，勉强安全。你穿上，我不冷。你明天还要干活，别冻感冒了。沈燕，你说这批苗能扛过去吗？能，咱们花了那么多心血，排水、起漏、施肥，每一步都没省，苗长得也壮。只要棚子不塌，温度能稳住，就没问题。零下6度，比预报的还低，我怕。没有怕，程冉，从你拿出那5万块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这条路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回头。这一夜，风刮了一整夜。我和程冉轮着眯了一会儿，谁都不敢真正睡着。每隔1小时就起来检查薄膜有没有被风吹开，温度有没有掉下去。沈燕，你过来看，冻伤了，多少颗？东边这一排至少有30棵出现了冻伤，西边的还好，棚子中间的基本没事。能救吗？能。冻伤的枝条必须马上剪掉，防止腐烂感染，然后灌生根剂，喷叶面肥，1周内就能缓过来。那还等什么？你去配药，我来剪枝。30多棵苗，我一颗一颗的剪。程冉蹲在旁边，一瓶一瓶的配药，一颗一颗的灌根。风还在刮，但我们谁都没有停。冻伤的34棵苗，32棵已经长出新芽了，存活率超过94%。根系也稳了。
前几天灌的生根剂起作用了。我跟你说过，能救。这次寒潮虽然伤了苗，但也帮我们做了一次自然筛选，活下来的苗抗寒度更强。那接下来的冬天不能再有第二次了，保温棚要加固，温度监测要更勤。我查过了，接下来半个月最低气温都在0度以上，短期安全。但12月底可能还有一股寒潮，到时候咱们提前用暖风机。这批苗是我们全部的希望，程冉，辛苦你了。少来这套，你剪枝剪到手起泡，我也没见你喊过一声苦。那咱们扯平了。这批菜品质比上次送的还好，叶片厚，水分足，香气浓。周姐，这是今天刚割的茼蒿和香菜，是火锅店订的，有卖菜给超市。品控很稳定。沈老板，我做了这么多年采购，像你这样每一批品质都一样的供货商不多见。周经理过奖了，我们靠技术吃饭，不稳定就没法长期合作。上次的合同是1年，这次我想签3年，供货量翻倍，价格还是老规矩，比市场价高2成。行，3年。这就是你种的榴莲。听梁叔说，你这3年来都在折腾这个。对，再过1年多就能挂果了。到时候榴莲熟了，也给我们超市供一批试试。只要品质好，价格不是问题。一定。陆总，这是第2批中熟果的检测结果，甜度只有10.5，比去年低了2个点，果肉硬度也不够，存放3天就开始发棉。你不是技术员吗？你天天在果园里转，就没一点办法？陆总，我从来的第1天就告诉你，沈燕留下的控望配方不完整，土壤改良数据缺失，树龄老化的问题必须换品种。您一样都不肯投钱，我只能维持，没法改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怪我们？我们给你发工资，你干不出成绩还推卸责任？姐，我不是推卸责任，我是说这个果园我救不了，没有人能救，除非把沈燕请回来，外加投至少50万全面改造。陆总，这是辞职报告，这个月的工资我不要了，我能力不够，对不住。你走了，果园怎么办？陆总，您要么请沈燕回来，要么关园子。我再待下去，也只是眼睁睁看着果树一颗一颗死掉，我干不了这个。陆爷，咱们真的要去求沈燕？不去，死都不去！第1季短期作物香瓜、西瓜、叶菜全部卖完了，总收入68000块，减去种子、肥料、人工、地租，净赚32000。32000，比预期的多。主要是超市那批叶菜卖得好，周经理给的价格比市场高2成，加上老李那边香瓜、西瓜也没压价。这32000加上之前手里剩的，够付下1季的肥料和人工了。补贴那20万全部投到大棚和苗上。对，我算过了，按这个节奏，明年咱们能把试验区从20亩扩到50亩。程冉，你投的那5万块，下1季就能还你。急什么？我又不等钱用，你先投到地里，扩规模要紧。先还2万，剩下的3万，下1季结清。行，那我收着了。陆先生，您上个月的贷款利息已经逾期7天了，如果3天内再不还，我们会启动催收程序。我知道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正在想办法。陆先生，您已经说过3次了，如果您实在还不上，建议您考虑资产处置方案，比如转让部分果园。转让？我的果园为什么要转让？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果园值多少钱？陆先生，我只是提醒您，逾期超过30天，银行有权申请查封资产。陆爷，要不咱们去找沈燕吧？我说了不去。可是张强走了，果园没人管，贷款卖不下去，咱们什么都没了。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
温度怎么样？棚内8度，外面3度，安全。沈燕，今天张强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辞职了。猜到了。他说陆野那边情况很糟，果子卖不出去，贷款利息都还不上了。张薇薇想让你回去。这些苗才是我的未来。新芽平均长度5公分，根系也扎深了。这批苗不但扛过了寒潮，长势比冻之前还好。植物有应激反应，受点刺激，反而长得更猛。叶菜第3茬也快收了，周经理那边催了好几次，说火锅店需求量太大了，问咱们能不能扩产。扩产可以，试验区往东再开20亩，明年春天种上。但有个问题，人手不够。招人呗。刘大爷闲着的虽然嘴碎，可他儿子刘建国干活是把好手。你连谁干活好都摸清楚了。做技术方案不能光看土和水，人力也是资源。行，你去跟刘建国谈，1天150，下个月开始。陆先生，您的贷款已经逾期30天了，根据合同约定，银行有权查封抵押资产，这是查封通知，请您签收。我不是说了再给我几天时间吗？我马上就能找到钱。陆先生，您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上头的决定我也没办法。果园从今天起暂时查封，等法院拍卖后再结算。陆爷，你说话呀！你让他们查封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全家怎么办？你问我怎么办？当初不是你赶沈燕走的吗？不是你让你表弟来的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全怪我！我赶他走，我那是帮你省成本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早就不想跟他五谷分账了，现在赖我头上。陆野，去求求沈燕吧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明天去找他。吃饭别干活。你是当老板的料，还会管员工吃饭。不是老板管员工，是怕你胃疼。沈燕，张强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陆野的果园被银行查封了。他说陆野想来找你。来就来吧。程冉，我不是记仇，我是清楚，有些人你帮了他一次，他不但不会感激，还会觉得你欠他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来就来了，该说的说清楚，但我这里没有他的位置。程冉，你过来看。花芽，这才定植多久就要开花了？这批苗长势比预期的快了1倍，土壤改良到位，水肥跟得上，加上去年寒潮后的应激生长，明年就能挂果，不用等3年。我得把数据记下来，这太重要了。盐碱地榴莲提前挂果，这个数据全国都没几份。程冉，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咱们现在种的只有猫山王，但榴莲品种很多，金头子、黑刺、红肉、干瑶，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抗逆性、口感和市场价值。如果把不同品种杂交，选育出最适合咱们这块地的品种。你是说做杂交育种，自己培育新品种？对，光种别人的品种，永远跟在别人后面。咱们自己育出一个适应盐碱地、抗寒、口感好的新品种，那才是谁也拿不走的东西。沈燕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成功了，你就是内陆榴莲育种第1人，全国都没人做到过。所以，你干不干？干，但这次我要4、6分。行，你4我6。喂，哪位？老郑，是我，沈燕，之前在农技站的，去年在你那儿买过一批猫山王苗。哦，沈燕，想起来了，你那批苗怎么样了？内地盐碱地能种活吗？不但活了，还长得比预期的好，明年就能挂果。你小子没骗我吧？盐碱地种榴莲，明年就能挂果？
我干了20年苗场，头一回听说。骗你干什么？我打电话是有正事儿。你那边有没有金枕头、黑刺、红肉的接牙？各要50个牙。你要这么多品种干什么？做杂交育种，自己培育新品种。沈燕，你小子野心不小。行，这批接穗我给你成本价，运费算我的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：新品种育出来了，第一批苗必须卖给我。成交。沈燕，我来了。沈燕，沈燕，来了。果园被封了，听说了。沈燕，我来找你帮忙。帮什么？你懂技术，你懂果园，你回去帮我把果园救回来。利润你7我3，不，你8我2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先哄他答应再说，等我缓过这口气。陆野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问。3年前你求我来帮你救果园，我来了。3年把50亩扩到200亩，1年赚300万。你说利润55分，最后你给了我多少？10万。10万？你打发要饭的？你一个初中毕业的嫁接工，300万里给你10万都算多了。现在倒是学会跟我翻旧账了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老婆说我是初中毕业的嫁接工，离了你地球照转。现在呢，你那个表弟农大毕业的，把你果园救活了吗？没。陆野，我不是记仇的人，但有些事儿过去了就回不去了。我这3年在这块废地上投了多少钱，流了多少，你看得见。你来看过几次？哪一次不是来嘲笑我的？沈燕，我错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沈燕，你得意什么？不就是种了几颗破榴莲吗？等我拿到你的技术。沈燕，这批今天必须嫁接完。老郑说了，放超过2天，成活率会掉3成。知道了。你先回去，把果园的情况写清楚。树龄、品种、土壤检测报告，近3年的产量数据，写完了拿给我看。我能帮的只有这些。好，我回去写。沈燕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东山再起的那天，第一个踩的就是你。你信他是真心认错？不信。那你为什么还帮他？不是帮他，是不想让他天天来烦我。方案给他，他做不做得成是他的事儿，但我这里的核心技术他碰不到。行，嫁接吧，天快黑了。这块地排水最好，留给杂交苗。金枕头和黑刺的第1代杂交种需要最精细的管理。行，育苗区的遮阳网下周安装，水肥一体化系统也同步上。骗子，地翻完了，下一茬种啥？先种1茬绿肥养地，然后再种樱桃萝卜和水果黄瓜。建国哥，你干活我放心，下个月开始工资加到200一天。那感情好，燕子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把地伺候好。刘建国干活确实利索，不过他爹刘大爷天天在村里说你的闲话，说你的榴莲是臭的，卖不出去。刘大爷说他的，建国哥干他的，父子俩不是一路人。你这人看人倒是准。张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看你。陆野那边我辞职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你现在在哪儿干？县里农技站不缺人，几个果园去了都说要经验丰富的，我经验不够。张强，不是经验不够，是你缺了最关键的东西。陆野那个果园根本没人能救，你走是对的。诚然，沈燕
他还好吧？好得很，榴莲苗长势超预期，短期作物也稳定盈利。他还从南方进了3个新品种，准备搞杂交育种。杂交育种？那不是研究生才做的课题吗？他没读过研究生，但他比我见过的大多数研究生都懂技术。张强，你要是没地方去，可以先来我们这边帮忙，不过工资不高，1天150。陈然，谢谢你。我再想想。想好了给我打电话，我先走了，肥料等着用。张强去沈燕那儿了。他辞职了，去谁那儿跟我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他要是把咱们果园的情况告诉沈燕，告诉就告诉，沈燕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涂黑那些数据，不就是防着我吗？明天我去趟西沟地，你还去？上次他都那样了。上次是去求他，这次是去看看他那宝贝榴莲苗到底怎么样。沈燕，你以为涂黑几行字就完了？你的技术、你的苗都长在那块地上呢，地上长的东西可不会涂黑。直径15公分，比上周大了2公分，红果速度正常。上周施的那批高钾肥起作用了，钾肥促进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，但氮肥要控住，氮多了会抢营养，果肉发棉，甜度上不去。下周的肥水方案，氮磷钾比例调到1比0.5比2。你现在调方比我还熟练，跟你学了2年，再不会就说不过去了。这片叶上有红蜘蛛，不多，但得处理。膨果期红蜘蛛高发，用阿维霉素低浓度喷施，不能伤到果子。我去配药，你继续检查，把有虫的树编号记下来。东边第3排、第5排各2颗，西边第2排1颗。这些树每一棵都是沈燕的心血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树冠内糖也要喷到，红蜘蛛喜欢藏在里面。看到了。明天再检查一遍，如果还有，隔3天再喷一次。先喝水。再有40天，这批果就能摘了。40天，沈燕，你紧张吗？不紧张，该做的都做了，肥、水药一样没落下，剩下的看天了。你不像是会把结果交给天的人。不是交给天，是信自己，信咱们这2年没白干。程冉，等这批果熟了，第一个给你尝。你说的啊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第一批杂交苗120颗，全部成活，长势比普通苗快至少20%，说明金枕头配上黑刺，亲和力好。等这批苗长大，再用它们的花粉去授给红肉做回浇。沈燕，你现在说起遗传育种来，比我还专业。整天跟你泡在地里，听都听会了。燕子，樱桃萝卜种完了，下一批种啥？水果黄瓜，种子下午到，明天开始育苗。对了，燕子，我刚才在路边看见陆野那辆车停在村口老槐树底下，他是不是又要来找麻烦？知道了，建国哥，你去忙吧。他来干什么？上次不是给了他方案了吗？给方案是给方案，他怕是想要的不只是方案。来了，方案看完了。看完了，
写的是真详细，就是有几处涂黑了，我没看懂。哟，那一片是新栽的苗，长得真好，啥品种啊？金枕头。金枕头？那不是泰国的品种吗？你从哪儿弄的？海南。陆总，这片地是我们租的，没经过允许，不能随便进。我不是要进，我就是看看。沈燕，咱俩好歹兄弟一场，你至于这么防着我吗？不是防你，是规矩。你果园的树，我也不会随便碰。行，有规矩好。那我问你，你给我的方案涂黑的地方什么时候补全？等你把果园的土壤改良做完，补全自然给你。现在给你，你也用不上。沈燕，你等着，你不给我，我自己拿。陆野今天不是来看方案的，他是在踩点。我知道。他那个人心眼儿小，万一……明天开始，保温棚上锁，育苗区装摄像头。刘建国晚上住板房，帮我们看夜。装摄像头要不少钱。下午已经下单了，6个，1200。你想的比我快。不是快，是吃过一次亏，不能再吃第二次。你说他还会来吗？会，而且不会太久。妈的！沈燕，你不给我配方，我直接把你的苗拍下来，品种、长势、嫁接位置全在照片里，回去找人1比1复制，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？谁？陆野。沈燕，我就是来看看。看看，你半夜翻墙进我的育苗区拍照，叫看吗？陆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偷东西偷到我们头上了！我没偷，我就是拍了张照片，苗我又没动。你动没动，摄像头说了算。陆野，我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我现在报警，你以盗窃商业机密进去蹲几个月；第二，你把你手机里的照片全部删掉，从今天起不准再靠近西沟地1步。我删，你别报警。走，天亮之前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沈燕，你等着，一次不成第二次。建国哥，明天把铁丝网加固，再加2个摄像头。燕子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弄。这个王八蛋，再来我打断他的腿！沈燕，你看那根枝条，花芽，真的是花芽，而且不止这1颗，你看旁边那颗，还有后面那排，全都有。全都来花了，比预期早了整整1年。去年种植，今年开花，明年就能挂果。盐碱地榴莲2年挂果，这个数据全国都没有第2份。2年了，2年了。从10万块钱被赶出来，到在这片废地上种出榴莲花，每一步都像做梦。燕子，你这树开的什么花？一股子味道。就是，这花比叶子还臭，榴莲还没长出来就这么臭，长出来还得了？榴莲开花就是这个味儿，等果子熟了更浓。得了吧，谁要吃臭烘烘的东西？白给我都不吃。刘大爷，城里超市1斤榴莲卖70、80块，您不吃，有的是人抢着吃。这花
是2年心血的证明。不管你们觉得香还是臭，它开了，就说明这条路走对了。你刚才那话挺硬气。不是硬气，是事实。还在看？怕明天花就谢了，多拍几张留底。不会谢那么快，榴莲花期1周左右，够你拍几百张了。程然，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那5万块，谢谢你那天在农机站没有把我当疯子，谢谢你这2年一天都没离开过。沈燕，我也有私心，这个课题是我研究生没做完的，你帮我圆了梦。那咱们互相圆梦。明年这时候就是满树的榴莲，到时候第一个给你吃。每朵花只在晚上开，第2天早上就谢，授粉窗口只有几个小时。咱们今天的授粉量决定了今年能做多少果。你估计能做出多少？按30%的做果率，每棵树留5到8个果，够了。果太多，树受不了。等这批果做住了，那些村民就不会再说臭东西没人要了。不一定，榴莲熟了更臭，他们怕是更嫌弃。那正好，没人跟我抢。这股味儿熏得我脑仁疼。沈燕那小子种这玩意儿干啥？又不能吃。听说那果子臭的跟屎一样，谁买呀？人家城里人就爱吃臭的，卖的可贵了。臭的就是臭的，再贵也是臭的。我宁可吃萝卜。哟，陆野，你果园的事儿处理完了？快了。听说你去找沈燕了，她帮你了没有？帮了。沈燕，你花开了，好，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这棵做出了12个果，太多了，得输掉一半。留6个。对，留朝向好、果形正的，朝下的容易积水烂果，朝上的晒伤。别心疼，留太多果，树负担重，明年就不来花了。长远看，今年少结几个，明年才能结更多。你种树像养孩子，该管的管，该狠的狠。那你是当爹的，我是当妈的。燕子，你地里那些疙瘩长多大了？还小，过几个月就大了。我听人说你那果子闻着臭，吃着香，真的假的？刘大爷，等熟了给您送一个尝尝，不要钱。别，我怕熏死我的羊。刘大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陆野前2天在镇上喝酒，喝多了说沈燕偷了他的技术。偷技术？谁偷谁的？陆野说他那些榴莲苗是从他果园里偷的秸穗。我的秸穗是从南方买的，发货单、付款记录、物流信息全都有。陆野说我偷他的，让他拿出证据。陆野在村里散播谣言，随他，谣言止于智者。燕子，今天下午有个人在田边转悠，戴着帽子看不清脸，我一走过去他就跑了。看清什么车了吗？没有，走路来的，从村口那个方向。又是陆野。建国哥，从今天起，试验田4个角各上1把锁，钥匙只有你我程冉3个人有。好，陆野，你已经走到了散播谣言这一步，下一步你还想干什么？沈燕，咱们的果再过3个月就熟了，这段时间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不会出。老远就闻到味儿了。沈老板，这就是你说的榴莲？周经理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说的内陆榴莲长什么样。
好家伙，还真给你种出来了。有那个味儿了，甜度还差一点，但香气已经很正了。再等2个月，完全成熟后，甜度能到30以上，比进口的还高。沈老板，这批榴莲我全要了，价格你开。周经理，您超市卖菜和水果，榴莲……我超市是卖菜的，但我老公是做生鲜供应链的。你这榴莲要是品质稳定，他全国20几个仓都能铺。那谢谢周经理。谢什么？我是生意人，赚钱的事儿不用谢。陆爷，你这桶里装的啥？柴油，果园机器用的。你去看过沈燕的榴莲没？长得挺大个了，我闻着那味儿熏得慌。大了才好。你说啥？没什么，刘大爷，您忙。你的果子快熟了是吧？好，那就让它们熟在树上，烂在树上。第3页第7条，结算周期从60天改成30天。超市压款太久了，我们资金周转不过来。行。燕子，出事了！东边大棚的薄膜被人割了，好几道口子。我巡夜的时候闻见一股柴油味儿。果子呢？果子没事儿，我检查了一圈，没发现少了，但薄膜被割了3大块，风一吹就往里灌。柴油味在哪儿？在铁丝网旁边，有人倒了半桶在地上，但是没点火。他是想烧大棚，但临时怕了，或者被人打断了。报警。没有证据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谁干的？查柴油桶上的指纹就知道了。喂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在我地里纵火未遂。桶上有指纹吗？我们没动过，原样保存的。桶是在铁丝网旁边发现的，地上还有柴油痕迹。最近有跟谁结过怨吗？有，但我没有证据，不能乱说。你先说一下，我们记录在案。陆野，果香果园的老板。之前他半夜来我地里偷拍杂交苗，被摄像头拍到过，监控录像我存了。那个我们会调取。现在这个案子，等指纹比对结果出来再说。这片地晚上有人值守吗？有，我住板房，每晚巡夜，加强巡逻。再有异常，第一时间报警。你说指纹会是他的吗？是不是他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知道我们已经报警。陆爷，昨晚你是不是去？去什么？我哪儿都没去！你别瞎说。村里人都在传，说沈燕地里被人倒柴油了，警察都来了。来了就来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陆爷，收手吧，咱们把果园卖了，去城里卖！你就知道卖！这果园是我爹留给我的，我死也不会卖。陆爷，你这是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呀！沈哥，我今天去镇上看到陆野了，他在农药店问了一种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百草枯。老板说这药早就禁售了，不卖，他就走了。百草枯，一点点就能让整片地绝收。知道了，张强，你继续盯，但注意安全，别让他发现。我知道。程冉，从今天起，我不离开这片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板房再加一张床，我搬过来住。好。甜度28.5，比上周高了3个点，再过1个月突破30没问题。这批果能卖。周经理那边的供应链合同已经寄回去了，他说等第一批果采摘，她老公开车来拉。程冉，你算过没有？这批果能出多少斤？
80棵树挂果，平均每棵留6个果，每个果3斤左右，大概1400斤。按市场价，至少能卖8万块。8万块，够还你的钱了。我说了不着急。刘大爷不喊了，是习惯了，还是开始怀疑自己看错了？陆爷，派出所今天来电话了，说什么？说让你去配合调查，沈燕地里那个柴油桶上的指纹比对出来。我没碰过那个桶。警察说你那天在镇上买柴油的监控调出来了，买柴油的时间、店铺、车牌全都有。他们会怎么办？纵火未遂，至少3年。陆爷，你去自首吧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自首？我为什么要自首？我只是倒了柴油，我没点火。可你就是想烧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派出所来电话了，柴油桶上的指纹是陆野的，加上镇上监控，证据确凿。你就不说点什么？说什么？说我早说过他会后悔，说活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不恨他？恨过，刚走那会儿恨得睡不着觉，后来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时间。这片地要挖沟，要施肥，要搭棚，要授粉，每天累得沾枕头就着，哪有时间恨他？沈燕，我发现你这人有个优点，什么？不记仇，不是大度，是觉得不值得。你倒是看得透。沈燕，你小子真种出来了！尝尝，树上熟的。甜糯，比海南的都不差。你这是盐碱地种出来的？盐碱地昼夜温差大，糖分积累比热带还高。我要发到我们苗商群里，让他们看看内陆盐碱地种出猫山王，这全国头一份儿。老张，这批果你还要不要？要，全要，价格你开。但我有个条件，下一批苗还得从我这儿进。成交。陆野，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，纵火未遂，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配合。我没烧，证据确凿，有什么话到所里再说。陆爷，陆爷，沈燕。我输了，彻彻底底的输了。沈燕，这批果到了南方，我帮你推给那些高端超市，你放心，价格只会更高。谢谢郑哥。对了，陆野那事儿我听说了，活该。当初他在村里怎么踩你的，现在全都还回去了。想什么呢？想3年前我背着帆布包走在这条路上的样子，那时候兜里只有10万块，前面一片黑，不知道天亮在哪儿。现在知道了。天亮了。沈燕，你这杂交苗长得比普通苗快多了，这要是能挂果，品质还好的话，你这就是新品种啊！这批杂交苗今年就能开花，我打算用它们的花粉再授给红肉做回交。回交3代，
性状稳定就能申报新品种保护。申报新品种，你们这野心也太大了吧？不是野心，是想留点东西下来。用别人的品种永远受制于人，自己的品种才谁也拿不走。行，沈燕，我服了。这批杂交苗的接资以后我包了。听说了吗？沈燕那榴莲一箱卖好几百块，海南老板亲自来拉的货。真的假的？那臭玩意儿真有人买？人家城里人就爱吃臭的，咱们不懂。刘大爷，嗯，您知道沈燕在哪儿吗？我想找她谈谈。找他谈？你老公差点把人家地烧了，你还好意思找人家谈？造孽呀！沈燕，张薇薇来了。有事？沈燕，陆野他被拘留了，判刑的事还没定，我来替他跟你道歉。你的道歉我收下了，但他的事儿，法律说了算。沈燕，你能不能写个谅解书？法官说，如果你谅解，可以轻。张薇薇，3年前你们赶我走的时候，我求你谅解。他半夜来我地里偷苗的时候，我求你谅解了吗？他盗汽油想烧我大棚的时候，我求你谅解了吗？谅解书我不会写，他做了什么事就该承担什么后果。你回去吧。你还好吧？没事儿，干活吧。沈燕，你看这花芽的密度比金枕头和黑刺都高，杂交优势出来了。等这批花开了，用它们的花粉授给红肉做回交，再下一代性状就稳定了。花期预计1周后，需要做套袋隔离，防止串粉。授粉工具要提前消毒。程然，你说咱们这个新品种叫什么名字好？还没稳定呢，急什么？先想好。叫燕京吧，你的燕，金枕头的金。不好听，叫染香。你认真的？嗯，你选育的品种用你的名字。燕子回来了，来，坐会儿。不了，地里还忙着。燕子，你那榴莲听说卖的可贵了，一箱好几百。还行。燕子，你看咱们也是老邻居了，你那榴莲苗能不能也卖几株给咱们种种？现在苗还不行，杂交品种还没稳定，等稳定了，我组织合作社，大家一起种。合作社？真的？真的。但丑话说前头，种榴莲不是种白菜，技术含量高，投入也大。愿意学的我教，想赚快钱的别来。燕子，你那个合作社，我也能参加。刘大爷，您不是说我那榴莲是臭的，白给您都不要吗？开玩笑的，您想来欢迎，但得让建国哥教您技术，我不亲自带。沈哥，我想好了，我想正式加入你们。你不是一直在这儿帮忙吗？那不一样，之前是帮忙，现在我想入股。程冉跟我说了你们要搞合作社的事儿，我想跟着干。入股可以，但有几条规矩：第一，技术上的事儿听程冉的；第二，合作社不是赚快钱，前2年可能只够吃饭；第三，不能出卖团队。沈哥，你放心，我姐是我姐，我是我，陆野的事儿我不掺和。行，那从今天起，你是团队的人了。这是你的，从明天开始跟我学杂交育种的基础知识。谢谢冉姐，谢谢沈哥。每朵花只授1次粉，
标好日期和副本母本，正交反交分开记录。冉姐，为什么要做正交反交？因为有的组合正交能结果，反交就不行。遗传学上的细胞体效应，做了才知道哪个方向能稳定遗传。这批花收完，等做果，等果子熟了，取种子种下去，就是下一代。F2代，性状分离最明显的一代，也是筛选的关键一代。那咱们要种多少颗 F2？至少500颗，从中筛选出性状最好的单株，再回交。那片地刚好够。这是法院的车吧？听说是来送陆野的判决书的。判了。微微，判了几年？2年。陆野判了2年。2年不远，差点把人家的地烧了。你懂什么？他只是一时糊涂，那是被人逼的。被人逼的？谁逼他了？沈燕招他惹他了？人家种人家的地，他跑去偷苗倒汽油，这叫被人逼的。陆野判了2年。你什么感觉？说实话，没什么感觉。他进去了，我的日子也不会因此更好过。我的日子好不好过，只取决于这片地。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挺冷的。不是冷，是想通了。恨一个人太累，不如把力气花在种树上。树不会背叛你，你给他多少，他就还你多少。沈燕，等 F2代筛选出来稳定了，冉香这个品种你要怎么推广？先带村民种，合作社的形式，我出苗、出技术，他们出地出工，利润55分。55分？你当初被陆野坑就是因为55分？不一样，陆野是口头承诺，最后赖账。合作社要签合同，法律保障，而且村民不是陆野。沈燕，你真的变了。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变好了，比以前更像个领头的人。气象台刚发了红色预警，台风路径往北偏了50公里，咱们这里正好在10级风圈内。大鹏伯伯加固了吗？排水沟清了吗？伯伯，我都压了一遍，但风太大了，东边那几块已经掀起来了。这一夜是我这辈子第2场的夜，第1场的夜是汉朝那次。沈燕，那边的排水沟堵了，水漫到树根了。我帮你。你回去，太冷了，你会生病的。你管我？这地是你一个人的吗？东边大棚保住了，西边又有2处被掀了。走。大棚保住了，排水沟也通了，树没问题吧？根没泡水就没事。榴莲怕的不是风，是涝。杂交苗去呢？我刚才看了一眼，苗倒了3颗，明天扶起来就行。沈燕，你手上全是血。没事，皮外伤。燕子，我种了半辈子地，没见过你这么拼的老板。不是拼，是不能输。燕子，树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根没泡水。
你小子跟你爹一个样，认准了的事儿，拿命去拼。等你的合作社开了，也算我一个。好，算您一个。沈燕，连刘大爷都服了。不是服我，是服这片地。这苗跟普通的不一样，叶子颜色深，杆子也粗。这是杂交苗，金枕头和黑刺的杂交后代，抗毒性比普通品种强。燕子啊，我昨天去看陆野的果园，查封了，草都长半人高了。你说他要是当初不赶你走，现在是不是两码事儿？没有如果，刘大爷，您那块地想种榴莲，得先改土，我让建国哥帮您弄。行，那谢谢了。刘大爷变了，不是变了，是以前他觉得我不行，现在他觉得我行。这根侧枝太弱了，剪掉，营养要集中到主根上。冉姐 ，F2代的种子什么时候种？等这批果子熟了，取种子，阴干，明年春天播种，500棵，需要2亩地。那明年就能筛选了？对，筛选出性相最好的单株，再回交，3到5年，品种稳定。沈燕，你说合作社能成吗？能成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。陆野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后来不是变了？陆野不是变了，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当合伙人，只把我当一个工具，用完就扔。那你怎么保证这些村民？保证不了，但我可以做到让他们离不开我，也舍不得离开我。技术在我手里，销路在我手里，苗源在我手里，他们跟着我赚钱，为什么要离开？沈燕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老板了。不是老板，是领头的人。你说的。程冉，你知道吗？你才是这个团队的魂。没有你，我种不出榴莲，也搞不了杂交。冉姐，这果的刺形介于金枕和黑刺之间，果形更圆，遗传甚至已经分化了。对 ，F1代表出中间性状，等取种子种下去 ，F2代性状分离，就能选出我们想要的单株。我在农大读书时，导师做过芒果的杂交育种，他说榴莲的遗传背景太复杂，国内没人敢碰，没想到咱们做成了。张强，你导师叫什么？于瑞义，省农科院的。于瑞义，我读研的时候看过他的论文，芒果杂交育种那个。对，就是他。他说等咱们的榴莲新品种稳定了，他想来参观，欢迎。到时候让于教授看看他的学生没给他丢脸。沈哥，谢谢。这味儿闻久了也没那么难闻。燕子，这果卖不卖？我想买一个尝尝。不卖，这是留种的，等明年合作社的树挂了果，大家随便尝。那合作社的苗什么时候能到我们地里？明年春天。刘大爷，您那块地的土改方案，建国哥给您了吗？给了，我按他说的买了5吨有机肥，已经翻进去了。刘大爷动作挺快。那当然，我虽然嘴上说你的榴莲臭，但心里清楚，你这丫头有真本事。F1代杂交果一共结了80多个，取出的种子大约2000粒，明年种下去至少能出500棵苗。500棵，够了。沈燕，你说新品种稳定之后叫什么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冉香。你真的要用我的名字？不是用你的名字，是用你的心血。这2000粒种子，每一粒都有你的汗水。沈燕，等冉香稳定了，我要把第一个果子寄给我妈。你妈还不知道你在种榴莲？不知道，
他以为我还在农技站上班，要是知道我跟一个初中毕业的嫁接工在盐碱地上种榴莲，他得气死。那等榴莲熟了，你亲自送回去，让他尝尝，尝完了他就知道女儿没选错路。沈哥，2000粒全播完了，出苗率95%以上。机制配的不错，湿度刚好。这批 F2代明年开春移摘，500株2亩地，够筛了。等 F2开花结果，就能选出性相最好的单株。沈岩，你是咱村第一个拿到这个的，全县也没几家。梁叔，谢谢您跑手续。燕子，合作社开了，我的苗啥时候发？刘大爷，您那块地土改完了？改完了，5吨有机肥全翻进去了。开春就发苗，第一批10户，每户2亩。那说定了，开春我来拉苗。这老刘头，半年前还在村口说你坏话，现在倒急了。正常，东西值钱了，谁都急。陆也判了2年6个月。张薇薇把果园卖了，买主是外地的，说要种柑橘。那块地种柑橘撑不过3年。你想买？不买，留给合作社扩产。沈燕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村支书了。梁叔听见得气死。等 F2代筛选完稳定了，冉香这个品种你打算怎么推？先带合作社的村民种，品质稳定了再打品牌。那我提前想好品牌包装。行，你想，我出钱。1号到50号栽东边第1排，间距3米，坑深40公分，底肥已经下了。沈哥，这500克 F2代得筛多久才能筛出好单株？等明年挂果，果形、甜度、抗病性3项都好的留。按照概率，500颗里能筛出10颗左右。刘大爷，这根枝太弱了，剪掉，营养要集中到主枝上。燕子，我那5亩地明年全改种榴莲，玉米不种了。5亩全种，您想好了？想好了，你种了3年，从废地种出果子来，我跟着你干，错不了。刘大爷，你以前不是说沈燕的榴莲是臭的吗？臭的也有人买，有钱赚就行，管它臭不臭。行，明年开春，我给您调50棵苗。今天刘大爷说5亩全种榴莲，他是真信你了。不是信我，是信钱。你倒是看得透。程冉，等冉香申报下来，合作社的规模至少扩到50户。那需要更多苗，光靠咱们自己育苗不够。到时候找老郑合作，他出母本，咱们出技术。你不怕他把你的技术学走？绝不走，核心技术、筛选标准、回交方案在我脑子里。沈燕，你现在越来越像个老板了。不是老板，是领头的人，你说的。沈燕，你看这颗，叶片比旁边的厚1倍，颜色也深。这颗的编号记下来，抗病性可能比其他的强。编号 F2037，叶厚色深，株高比平均值高15公分。到目前为止，标记了20颗性状突出的，
等明年挂果再筛一轮。入社要交500块押金，燕子这是干啥？怕你半路不干了呗。苗白给你，你跑了咋办？押金不是我要的，是怕有人拿了苗不好好种，糟蹋东西。好好种，年底分红的时候押金退。我交了，5亩地全改。那我也交2亩。我再想想。签了字，明年开春拿苗。沈哥 ，F-037那棵苗，我下午又去看了一眼，它的叶片背面有绒毛，其他的都没有。叶片背面有绒毛，那可能是抗虫的表现。榴莲的害虫大多从叶片背面下口。重点观察，明天开始每天记录一次 F-037的生长数据。好。张强这孩子越来越像咱们的人了。他是农大出来的，底子好，好好带，以后能挑大梁。你对谁都这么有信心？不是对谁都有，是对他。于老师，您来了。小子，你在电话里说烟碱地种出榴莲了，我还以为你吹牛。于教授，欢迎，我是沈燕。你就是张强说的那个初中毕业的嫁接工？不像，你这双手是搞技术的手。于老师，这是 F2代的数据，500颗单株，我们已经筛选出30个候选。这数据记录的比我的研究生还细。你叫什么？程冉。程冉，我看过你的论文，盐碱地土壤改良那篇。这个性状，我研究芒果的时候见过，绒毛密度越高，抗虫性越强，榴莲上从来没报道过。于教授，这颗单株我们打算做回交亲本。你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人，怎么懂回交育种？程冉教的，你教的好啊！小子，你跟着他们干，比在农技站有出息。好好学。于老师，我会的。沈燕，你这 F2代如果能稳定，新品种申报的时候，我给你写鉴定意见。谢谢于教授。不用谢，我搞了一辈子育种，没见过谁在盐碱地上搞榴莲杂交。你这是填补空白。不过，你给新品种起名了吗？起了，叫冉香。冉香，好名字。等新品种稳定了，我帮你在省农科院申请一个课题，盐碱地榴莲育种，国家应该支持。于教授，谢谢。别谢我，谢你这双手，还有，谢他。沈燕，这批果比上批还好，甜度测了没有？32.5，比进口的猫山王还高2个点。我全要了，这批2000斤，一斤按60算，12万。60？之前不是说50吗？那是上批的价，这批品质更好，我卖到高端超市能卖120，给你60，我赚一半，合理。12万，一季果，以前在陆爷那儿3年才拿10万。一季果12万，沈燕这是发财了。咱们的树明年也能挂了，到时候一户能分多少？合作社的树，果子统一收，统一卖，卖完扣除成本，利润按户分红。能分多少？按现在的行情，一户2亩地，一年至少分2万。2万？我家种玉梅一年才挣3000，我入社，我现在就入。沈哥，第2批社员名额昨天就爆满了，您得扩。行，明年扩到30户。沈老板，住上楼房了，感觉怎么样？
感觉以前走夜路前面全是黑的，现在前面有光了。3年前你背着帆布包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没想过，那时候只想活下去。沈燕，你现在有钱了，想干什么？先把合作社做大，让村里愿意种榴莲的人都能赚到钱，然后买辆车，带你去城里吃顿好的。就这。就这。沈先生，您数一下。不用数了。3年前，10万块砸在我脸上，今天20万，我自己挣的。燕子，你买车了？发福利，合作社社员每人1箱饮料2条烟。燕子，我也想入社，第2批没赶上，第3批啥时候？燕子，你搬家我没去帮忙，这个补上的。陆爷老婆来了，他还有脸来？这杯酒敬大家。3年，我从这片地里站起来了，以后合作社的利润每年分红1次，我说到做到。燕子，以前我嘴臭，说过你榴莲是臭的，我自罚1杯。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一套？没学，真心话。沈哥、然姐，谢谢你们。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决定，就是从陆野那儿辞职，来跟着你们干。于老师说了，让你好好学，以后育种的事儿你要挑大梁。燕子，这批果能卖多少？按老郑给的价，1斤65，每户2亩地，预计分红3万2。哇！3万2，我种一辈子地，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我家5亩玉米1年才挣5000。燕子，我第3批入社，现在就要入。合作社扩到50户，但丑话说前头，不按要求施肥打药的，取消资格。一定一定，燕子你说啥就是啥。绒毛又密了，完全稳定了。沈燕，这棵树的种子明年种下去就是回交1代。于教授，我们计划用 F2037的花粉回交给金枕头的母本。对对，回交2代稳定，就能申报新品种了。我鉴定意见已经写好了。于老师，你写好了？早写好了，就等你们的数据。沈哥，于老师说这是国内第1个盐碱地榴莲杂交品种。不是第1个，是第0个，还没申报呢。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？跟你学的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我再不来，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农技站的工作辞了，跑来种榴莲？阿姨好，我是沈燕。你就是那个带着我女儿种榴莲的？是。你初中毕业？妈！阿姨，我学历不高，但您女儿跟着我，没吃苦。这是今年的进账，合作社明年扩到50户，每户分红至少3万。您女儿占技术股，比我拿得多。这么甜？妈，这是咱们自己种的，盐碱地种出来的。你真没让我女儿吃苦。阿姨，我向您保证，从今以后只有甜。然然，妈不是嫌她学历低，妈是怕你受苦。妈，我没受苦，我在这儿比在农技站开心100倍。3年前我被赶出果园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
现在我有地、有树、有合作社，还有他。合作社第一批分红10户，每户3万2，现在开始发。燕子，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头一回拿这么多现金。刘大爷，明年更多。 3年前我还笑你种臭果子，燕子，我不是人。别说这个，好好种树比什么都强。这块地120亩，拍卖底价40万，你确定要买？确定。40万，你刚赚的钱全投进去？这里种过柑橘，土壤已经改良过了。 改种榴莲，比西沟地省3年功夫。好，我帮你办手续。35.2，比上批果还高3度。冉香，就它了。你还在想这个名字？不是想，是定了。明天我就去农科院提交新品种申报材料。沈燕。 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当年走进农技站那扇门。沈燕，这个品种必须给我独家代理，比黑刺还香。于教授的鉴定意见下来了，省农科院已经受理新品种申报。这是甜度检测报告，平均35.8。我出价80块1斤，全包。成交。 燕子，50亩榴莲区已经整好了，剩下的种什么？20亩杂交育苗区，50亩合作社扩产区。3年前，我从这里被赶出去。今天，我把这里买下来。F2代500颗，最终筛选出12颗优良单株，明年回交，后年稳定。 于教授说，新品种审定下来，要在省里开现场会。现场会来多少人？全省各地的农技站、种植大户，少说100人。那我要上台讲技术方案。不用，我讲，你坐在第1排就行。你讲得明白吗？你教了我3年，讲不明白也得讲明白。今天2件事：第一，新品种冉香通过初审；第二，老郑签了3年代理合同，80块1斤。燕子，我敬你，你是我见过最有种的年轻人。沈燕，省厅领导说了，现场会定在下个月15号，你准备一下。于教授，谢谢您。 3年前，他一个人背着包走在村路上，现在，整个村子都在他身后。各位，这是国内第一个在盐碱地上成功培育的榴莲新品种冉香，甜度35以上，抗寒抗盐碱，填补了内陆榴莲种植的空白。我宣布，冉香榴莲通过省级新品种审定。沈燕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做到了。这棵树是冉香的母本，叶片背面的绒毛抗虫性极强，果实甜度稳定到35以上。小沈，你是这块地的承包人？是。初中毕业，3年时间，从盐碱地里种出榴莲新品种，你是全省农民的榜样。省里决定，给你50万科技兴农扶持资金，把冉香推广出去。谢谢领导。大爷，您种榴莲多久了？2年。收入怎么样？去年分红3万2，今年树大了，估计能翻倍。因此带着我们致富。以前种玉米1年挣3000，现在种榴莲1年挣3万。你现在是名人了。不是我出名，是这片地出名了。 50万扶持资金，你打算怎么用？
买设备，建一个组培实验室。组培？于教授说了，新品种推广需要大量优质种苗，靠传统嫁接太慢，组培快繁，1年能出10万株。沈燕，你什么时候想这么远的？你教我的，凡事往前看3步。诚然，3年前我背着帆布包走在这条路上，兜里只有10万块。现在呢？现在有地，有树，有合作社，有新品种，还有未来。燕子，50亩榴莲区沟挖好了，组培实验室的地基也打完了，进度不错，设备下周到，你盯一下水电安装。燕子，鹿野的果园，咱们改名叫什么？叫染香基地。沈燕，组培苗1年出10万株，你消得掉吗？合作社50户，每户需要100棵，就是5000棵，剩下的全省推广。于教授说了，省里要开推广会，至少20个县来订苗。那我得提前订苗，5000棵，我先要。你是代理商，苗不卖给你，卖给你，你加价卖给农民，那怎么办？你负责果品销售，苗我直供合作社和种植户。行，果我包了，苗你自己卖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染香的商标我先注册。商标是我们的，我出钱注册，授权给你们用，5年代理权换商标注册，不亏吧？成交。明年这批花要用回交的花粉授粉。回交2袋就完全稳定了。沈燕，你说明年合作社能扩到多少户？100户，只要苗够地够。你现在说话口气越来越大了。不是口气大，是有底气了。沈燕，你还记得3年前你走进农机站的样子吗？记得，穿着一件破夹克，手上有泥，兜里有土样。我当时以为你是个疯子。现在呢？现在觉得疯子比聪明人靠谱。第一批外肢体500个，污染率控制在5%之内。于教授说，这套设备是全省最先进的。沈哥，等组培苗出瓶，咱们1年能出15万株，合作社100户都不够分，那就扩到200户。沈燕，这批苗长势真好，我那边超市已经打出广告了，内陆树上熟毛山王，预售订单排到3个月后。老郑，你广告咋写的？写的是甜过初恋。老郑，果品价格不能涨太快，农民种出来卖不出去，伤的是根基。你放心，零售价我控着，给合作社的收购价只涨不降。燕子，今年分红能有多少？等年底算账，但肯定比去年多。这批果比去年大了15%，甜度应该还能往上走。诚然，你说染香这个名字以后会不会写在农业教科书上？你野心不小。不是野心，是于教授说的，这个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。那也写你的名字，地是你包的，钱是你投的。没有你，我种不出榴莲；没有你，我也搞不了杂交。冉冉，你上电视了！今天县台的新闻播了你们的现场会。妈，您别看了。我看了3遍，我闺女出息了。沈燕，你把我闺女照顾得挺好，过年带她回来，妈给你们包饺子。好，阿姨，到时候我带2箱染香回去。别带那个，太贵了，留着卖钱。程冉拿出5万块的时候，我说不会让他输。现在我没食言。沈老板，从被赶出果园到成为全省榴莲产业的领头人，您只用了不到4年。您最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
废地能不能种出金子，不在地，在人。染香榴莲正式通过国家级品种审定，这是你的，也是程冉的。收着。沈燕，冉姐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小子，好好干，明年染香2代就靠你了。于老师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沈燕，你还记得4年前你第一次走进农机站的样子吗？记得，穿着一件破夹克，手上有泥，兜里有土样。我当时以为你是个疯子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疯子比聪明人靠谱。程冉，4年前你拿出那5万块的时候，我说过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说，程冉，我沈燕这辈子不会让你输。现在我没食言。3年后，染香榴莲推广至全国6个省，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。沈燕和程冉带领的合作社累计帮助320户农民脱贫致富。